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格雷，欢迎再次回来我的频道。苹果1年1度的发表会刚刚也看完了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时间大概是凌晨2点多，我仍然在努力着想要把重点整理给大家。那大家看完了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我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先来说这次的苹果发表会，确实发布了很多的新产品。第一个是 AirPods Pro 3。第二个是 Apple Watch 11，第三个是 Apple Watch SE 3，然后接着是 Apple Watch Ultra 3，然后接着是 iPhone 17，还有 iPhone Air 跟 iPhone 17 Pro 跟 iPhone 17 Pro Max。实际上这次总共发布了8种产品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的 iPhone 的重点整理，懒人包，大家一起看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说 iPhone 17，它总共有5款颜色，萤幕尺寸确实是 6.3 寸，然后呢，它这次有支援1到120赫兹的 ProMotion， 萤幕的巅峰量则是3000尼特，S9 Chip， 充电速度呢则是20分钟可以充到50%电量。然后这一次他们有做一个 Center Stage 的前镜头，就是可以让你的人物居中。然后它的好处是，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感光元件，就你以前不需要去把它转横向或者纵向，然后来做拍照或自拍或录音。那这一次它就是正方形的，让你直接可以用手动切换。然后它是256GB 起步。接着呢，我们来说一下 iPhone Air。对，它不叫 iPhone 17 Air， 它叫做 iPhone Air。它第一个是有超薄的机身 5.6mm 超薄，接着呢，它是6.5寸的萤幕，一样支援 ProMotion 120赫兹，萤幕的峰值亮度是3000尼特。前后呢都是用所谓的超瓷晶玻璃，然后它总共有4种颜色。它的晶片呢是用 S9 Pro， 但是呢你可能要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里面的核心数量。然后呢它可以支援同时使用前镜头跟后镜头同时录音，但是呢它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，但可能就是碍于设计，所以没办法。因为它只有 eSIM only， 电池续航呢，它是说可以整天使用，这个我持保留态度。但是呢，它有说这个这么薄的 iPhone Air， 他们有特别为它设计一个轻巧又低调又超薄的 MagSafe 电池，我想就是要弥补一下它的续航力不足的问题。接着我们来讲 iPhone 17 Pro 跟17 Pro Max。iPhone 17 Pro 是 6.3 寸 ，iPhone 17 Pro Max 一样是 6.9 寸。前面呢，他们主要在讲散热系统的强化，那比钛金属强20倍。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20倍。那它这次呢，其实只有3款颜色。它这里也有强调 S9 的 Pro Chip， 当初的 iPhone 16 Pro 还要强40%。那17 Pro Max 是目前续航力最强的 iPhone。正面呢一样是1800万画素，背面的3个镜头也都升级为4800万画素，8倍的望远镜头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之前是5倍，那现在变8倍了。后面呢，它大多的时间在讲专业的摄影功能强化，例如多镜头对视。其实这比较偏向于创作人在创作影片的时候，他可以用更专业的功能来制作他希望的影片跟期待的影片。以上呢，这大概就是 iPhone 的介绍，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，不用担心。那紧接着呢，我就要跟大家讲说，这次的 iPhone 到底你要怎么选？我们来看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较表。那我刚刚有去的官网一下，我把 iPhone 17 Pro Max 跟 iPhone 17 Pro 跟 iPhone Air 这3个拉起来做一起比较。iPhone 17我没有比较，因为它只能比较3个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比较我比较感兴趣的这3个。那最后我也会再跟大家讲 iPhone 17的选择是怎么样的选择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价格。哇 ，iPhone 17 Pro Max 44900块 ，iPhone 17 Pro 39900 ，iPhone Air36900块，其实这个价格只差了3000块。那这里跟这里的价格5000块，所以 iPhone Air 跟 iPhone 17 Pro Max 的价差是大约是8000元。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啊。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哦，一样萤幕大家都看得到，这里就有蛮多细节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哪些功能是你要的。其实在这里基本上你都可以一览无遗的。那其实我主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的地方，因为我觉得这里是我认为他没有讲的地方。你看哦 ，iPhone 17 Air 它是 USB 2
其他都是 USB 3。如果你不像我一样 iCloud 至少买到了2T 以上的空间，你会用 USB 在做备份的，其实我真心建议这个不是一个好选项，因为 USB 2真的传输速度太慢了。我没想到它居然会在 iPhone Air 上面用 USB 2，令我觉得有点意外的，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，这个传输速度真的会让人家吐血，所以我会特别在这里讲。这个东西要特别的注意，就是如果你有在意有线传输速度的时候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个 USB 2的先不要。那其他呢，这边就有写容量跟价钱了嘛。我通常会习惯把相同容量的放在一起做比较，所以接着就是去比较这3个的价钱，这2个差了7000块，这个也是差了7000块，这里也是差了7000块，所以这次在容量上面，你不会因为加量会有什么明显的价差，或者是很悬疑的一些价差。看起来256升到512基本上就加7000块，512升到1T 呢，基本上又是加7000块。这里也看起来是差7000块，没错，这里也是7000，没错。所以看起来这在价钱上面，就是你想要容量翻倍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加7000，加7000，加7000，这个数字很妙。然后接着这里还有一些显示器的内容，大家也可以看看啊。看起来峰值亮度都没错，都是3000尼特。那这里有尺寸跟重量，这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iPhone 17 Air 的 A19 Pro 晶片，它是只有5个核心的 GPU。我认为这是一个省电的概念，所以可能这样子会让它的能耗跟省电表现会再更好一点。就看有没有很在乎一颗核心的 GPU。这个 GPU 影响比较大，应该是在玩游戏方面嘛，其他应该都还好。然后没错，我看起来镜头跟录影这边是差蛮大的差距哦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仔细看一下比较，看你有没有那么在意镜头跟录影的功能。如果你非常在意 ，Air 真的也是先不要考虑。好，接着是电源跟电池，这个我觉得看表定做参考用啦。其实基本上，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能够实际测试是最准的。这里它有搭配一个 iPhone Air MagSafe 的电池，最长可达35小时，跟 iPhone Air MagSafe 电池，影片播放时间是40小时，串流播放时间是35小时。以上呢，这里就是大概的比较表。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再点开这比较表去比较，甚至是 iPhone 17来做一个比较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时候你该怎么选。占一满分是3，我们来做评分这几个项目哦。17的话，我会给它是在电池方面，我会给它2。Air 不用说就是1 ，Pro 跟 Pro Max 合理都是3。Size 的话，因为我喜欢大萤幕，所以我会给它是1，给 Air 是2 ，Pro 是1，给 Pro Max 是3。Cost 方面呢，不用说了，17绝对是3，这么便宜，对不对？那 Air 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觉得是1耶。Pro 我会给2，然后 Pro Max 我会给1。好，我在价格这边很简单 ，Pro Max 一定是给它1分，因为它真的超贵。那接着呢 ，Pro 我会给它2分，是因为呢，我没有记错，在发表会的时候他有讲到，17 Pro 跟去年的16 Pro 维持一样的价钱。那 Air 说实话，我觉得它配备跟价格上面，我只能给它1分，没办法再多了。那接着我们来讲17真的是，如果你有预算考量，它真的分数就是这么高。接着我们讲功能的话，我觉得 Air 还是只有1分，17应该是有2分，然后 Pro 跟 Pro Max 一样都是3分，因为基本上这2个功能是几乎是一样的，差在一些很细微的差别，例如 Pro Max 有支援到2T 的容量储存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
算是一个蛮怎么讲锦上添花的一些能力。基本上基本的功能，他们两个是大同小异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你可以按照这个准则去做一些评分。像我很简单，基本上不用选，直接就是选 Pro Max 就对了。那有些人会在意手机尺寸，然后加上也不想要过4万，是因为4万真的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坎。iPhone 17 Pro 很好的压在4万内，加上有些人不喜欢这么大的手机，一些像女性朋友们啊，或者是青少年们啊，他们可能觉得 Pro Max 真的太大只了，他们拿起来实在是觉得又沉又不舒服。这时候你可以考虑 Pro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在预算方面有蛮大的考量，加上你的手机又是前几代，比方说 iPhone 11、12的话，我是觉得想要尝鲜，想要用新手机，不想要买 iPhone 16，那你可以考虑 iPhone 17，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因为说真的，它的价格也确实蛮甜的。那该有的功能，像 Promotion 它也有支援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。最后我们来说 Air 基本上呢，我觉得在电池方面跟一些功能方面，说实话，我对它的感受没有特别的好。在我看来，它像是为了什么做准备呢？为了苹果的下一代的折叠机做准备。因为折叠机确实有一面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超薄的机身，然后会放个萤幕下去。在我看来，它有一点在为折叠机做准备的味道。所以我觉得 Air 这个产品，它在电池的表现、跟价格的表现，甚至功能的表现，基本上都与我想象中的相差甚远就是有一段距离。所以我觉得日常使用的话，它可能不是一个这么好的选择。再加上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，Only eSIM iPhone Air 在各个年龄层对它的购买意愿，我觉得是相对比较低的啦。至少我是这样认为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认为。所以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概念。好啦，这么晚了，我都还是辛苦的做这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帮我按赞、按订阅，谢谢。我是格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